最近半年，全球的金融圈被两件事情搅的是天翻地覆，美元忽强忽弱，黄金一路疯涨疯跌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一场颠覆百年的货币秩序革命已经打响了。从美元过去的一家独大到多级货币并行，从信用货币主导到黄金重回核心资产，这场变革呢，不只是国家之间的博弈，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存款、工资、房产和投资。看懂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啊，你就会看懂未来10年的财富走向。在1971年以前，世界货币的逻辑很简单，美元是能直接兑换黄金的。那个时候的钱呢，是有实物兜底的硬通货，银行不敢随意超发货币，财富的真实性有保障。1971年成为了关键的转折点。美国受到经济困境的影响，尼克松总统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，美元彻底变成了无毛货币，发行全靠美国国家信用支撑。随后呢，依托石油美元体系，美国搭建起了一套收割全球的模式。第一，就是全球能源和商品贸易必须用美元结算。第二，各国赚取的美元只能够回流购买美债、投资美股。第三，美国凭借印钞特权，实现了超前消费、低成本买遍全球商品。这套霸权体系运行了50多年，如今红利耗尽，隐患集中爆发。美国国债规模爆表，工业持续空心化，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兴起，美元强势的根基正在被快速的松动。货币体系的重构不是遥远的概念，这3个核心的信号已经落地了。第一，就是全球央行集体换仓，抛美债，扫黄金。我们来看一组关键的数据啊，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跌破了 57%， 创下了1995年以来的最低值。黄金储备占比提升到了 28.9%， 刷新了2000年以来的新高。各国不会一次性的抛售美元引发自损，但是都在悄悄地降低美元的依赖，把黄金当作新的储备核心。第二，就是美元结算的垄断被打破了，新支付体系已经成型。中国已经建成了不依赖美国银行的跨境支付体系，多国贸易都可以绕开美元，直接本币结算。美元在全球贸易的独家话语权被大幅的削弱。第三，就是美国内部的顽疾难以治愈，旧的模式难以为继，它的巨额财政债务、制造业的空心化、长期海外的开支，让美国印钞买全球的模式走到了尽头。黄金暴涨暴跌，美元剧烈波动，正是货币秩序变革的直接体现。美元大幅波动，到底是市场的意外呢，还是美国主动的布局呢？答案藏在官方的态度里。面对美元走势的提问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直接甩锅，说不负责评论美元的汇率，看似是合规的表态，实则是不愿意承担主动引导美元走向的政治责任。特朗普则公开表态，希望美元走弱，施压降息，推动美元贬值，助力美国制造业出口。但是现实呢，却截然相反。受美联储鹰派政策、避险资金涌入的影响，美元指数逆势走强，突破了100关口。美元走强对美国是双刃剑，更是撕裂的矛盾。金融化美国依赖强美元吸引全球资本，推高金融资产，金融资本持续获利，而生产型的美国呢，需要强美元推高出口商品价格。像3M、通用电气等制造企业销量大跌，制造业复苏受阻。短期强美元能够稳定金融市场，长期来看却会加剧它的工业空心化。美国内部的利益分歧让美元走势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各国央行疯狂增持黄金，背后还有一个关键的推手，就是巴塞尔协议3，又称巴塞尔 3.1 的落地实施。2023年1月1号，这个协议全球正式实施，2026年全面执行到位。它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整，就是彻底重塑了黄金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。在旧的规定当中啊，黄金的风险权重高达 50%， 银行持有黄金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本，配置成本极高。而巴塞尔协议3呢，将 LBMA 认证的实物黄金风险权重降到了0，与现金主权国债同属1级零风险资产。银行持有实物黄金不再需要计提额外的资本金了，配置意愿大幅提升。更重要的是，协议呈现出鲜明的实物偏好，实物黄金被纳入优质流动资产，融资便利性大幅提高。而黄金 ETF、期货等纸黄金产品则被归入了高风险等级，需要计提高额的缓冲资本。倒币市场回归实物黄金主导的理性格局。
这个变革本质上是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信号。黄金作为无信用风险的终极资产，被官方监管确认为核心的储备资产，彻底激活了它硬通货的属性，也为各国去美元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，推动黄金完成了从避险商品到银行安全资产的身份跨越。货币超发引发的贬值，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普通的劳动者。用黄金衡量劳动者的价值，真相呢触目惊心。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美国工人一周的工资就能买1.6盎司的黄金。如今，他们的薪资数字涨了5倍多，但是想买同样重量的黄金，需要连续工作22周。这就是美元贬值的真相。人们以为自己赚的钱变多了，但是实际上，人们的劳动价值正在被不断的印钞的美元稀释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当下所处的债务型货币体系，这是一场基于信用的货币实验，本质上需要不断的扩张信用，增加债务，才能够维持体系的稳定。信用货币不断超发，而人们的劳动时间、存款的购买力都在被持续的稀释，这就是债务型货币体系的残酷本质。中国国内的情况呢，则更复杂。在国有体制工作的人和在私营单位工作的人的购买力出现了 K 型分化。几十年前，中国普通职工的平均月薪能买13克黄金，如今在私营单位工作的人月薪只能购买10克出头的黄金，而在非私营单位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国有单位的人，一个月的工资则可以购买18.07克黄金，他们的购买力大大提升了。这部分呢，我想用数据说得更详细一些。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中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是40元人民币。1960年1月1号起，中国人民银行黄金的收购价是每克3.04元人民币，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1980年。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到大概13.16克的黄金。2023年到2024年，中国人的月平均工资呢是非私营的单位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国有单位的人呢，每个月是10058元的工资，而私营的城镇单位工作的人每个月平均工资是5695元。2024年黄金的平均价格大概是每1克556.74元。那么这样算来呢，非私营单位的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购买18.07克黄金，而私营单位工作的中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购买10.23克黄金。这场全球货币权力的重构有4大势力是稳赚不赔的。第一就是跨国的金融资本，他们手握股票、房产、大宗商品，美元涨跌不影响他们的资产增值。第二是主权国家，去美元化后，他们掌握着供应链和能源的主导权，摆脱了被收割的命运。第4类呢是军工复合体，他们借助地区动荡，推动国防开支，在变局当中巩固了自己的利益。而那些只靠死工资、无实物资产的普通人，恰恰是这场变革当中最容易被收割的群体。展望未来10年，普通人该怎么守住财富呢？货币秩序的转型只有2条路径，无论是哪一条，都会加剧贫富分化。第一条路就是高通胀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还比较高。如果美联储降息了，美元贬值，资产的名义价格会上涨，但是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会缩水。有资产者躺赢，无资产者生活成本会飙升。第二条路径呢是会发生通缩，这种情况呢是小概率高风险的事件。那全球资本会撤离美国，美联储会被迫加息，资产价格会暴跌，普通人财富会大幅缩水。最终的结果呢是有产者持续富裕，无产者愈发窘迫， K 型分化越来越严重。美元霸权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不会一夜崩塌。我们这代人正处在历史的拐点，普通人守住财富需要做好以下4件事。第一，降低负债，减少杠杆，不要被债务所绑架。第二，配置实物资产，搭配黄金、核心地段的房产、优质的股权，不要大量持有现金。第三，摆脱死工资的依赖，搭建被动收入，让资产为自己赚钱。第4，要远离信用泡沫，坚守真实的价值投资，抵御通胀来收割。100年货币秩序重构，黄金价值回归，美元霸权松动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持有真实的资产永远是穿越周期、守住财富的正确答案。那你觉得美元霸权会彻底落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